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子期开衫。衣服包含左片、右片和钩边。先完成两片的钩织和连接，再进行钩边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每一片分为3个部分和各种补角。首先学习第一部分。两片的第一部分完全相同，都是锁针环形起针，然后绕圈钩织，钩到后面会变成6边形。由于完整的图解过大，这里省略了重复的部分。最后一圈第6条边要与第4条边边钩边连，形成袖子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这里演示用线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产品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起12个锁针，回到第一个锁针，锁针不要扭起来，挑第一个锁针的1到2根线，引拔。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，不算1针。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一圈，开头直接钩6个锁针，前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相当于是一个长针。接着在起针的大洞中钩一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继续交替钩一个长针和3个锁针，算上开头长针、起立针，一共钩12组。这里相当于已经钩了3组。针数较多，边钩边往右侧移一下。最后3个锁针钩完后，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挑1到2根线引拔连接，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第一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2圈。首先在左侧洞眼引拔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不用拉紧，相当于将线过渡到锁针洞位置，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。同一个洞眼再钩3个长针，
完成后，接下来每个洞眼钩4个长针，针目上分别钩1个长针。最后一个洞眼钩完4个长针后，在起立针顶端钩最后一个长针，可以穿入这个引拔针的相同入针位置。如果找不准，大致调几根线钩织即可。最后，在这里的起立针顶端调2根线引拔。第2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3圈，立3个锁针，刚刚引拔的相同入针位置，再钩1个长针。这里在起立针上钩了起立针和1个长针，相当于加了1针。继续在左侧2个针目上对应钩1个长针。完成后，左侧针目同时钩2个长针。左侧针目钩1个长针。可以发现，我们在这5针的第1针和第4针上分别加了1针，其余3针对应钩织。接下来重复这一段针法，第1针上加针，第2针和第3针上对应钩长针，第4针上加1针，第5针上对应钩长针，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钩完后，在起立针上引拔连接。第3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4圈，立3个锁针，然后对应钩6个长针。完成后3个锁针，对应钩7个长针。下方这里不需要空针目，直接在左侧相邻针目钩织。接下来从这3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一直钩完最后7个长针。最后7个长针钩完后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顶端调2根线，钩一个中长针连接。第4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5圈，开头直接钩8个锁针，
前3针算作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7针并1针，也就是先在起立针以及这6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。长针7针并1针完成，5个锁针。左侧动眼，同时钩一个长针、3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再钩5个锁针。从这个并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。往后并针都是在这样的7个针目上进行钩织。一直钩完最后5个锁针。最后5个锁针钩完后，在开始的这个动眼钩一个长针、3个锁针，然后在第3个锁针上引拔连接。第5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6圈，立3个锁针，这里引拔的相同入针位置，再钩4个长针，5个锁针，左侧第2个大洞钩2个长针，针目钩1个长针，中间动眼钩1个长针，然后左侧针目继续钩1个长针，左侧动眼钩2个长针，再钩5个锁针。完成后，跳过这个并针，在这2个针目上分别同时钩5个长针。接下来，从这5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。结尾在最后这个长针上钩完5个长针后，引拔连接，第6圈完成。小样中间省略了部分针法。
大家实际正常钩织，继续钩第7圈，立3个锁针，左侧4个针目上对应钩长针，5个锁针，左侧大洞钩2个长针，中间针目对应钩长针，这个洞眼继续钩2个长针，完成后5个锁针，左侧5个针目对应钩长针，3个锁针，左侧5针上继续对应钩长针，从这5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。结尾在这5针上钩完5个长针后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钩一个中长针连接。第7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8圈，开头直接钩6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以及左侧4针上钩一个长针5针并一针，也就是先钩5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，这个就是长针5针并一针，接着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这2个大洞分别钩2个长针。这一段长针上除了中间一针不钩，其余都是对应钩长针，中间是钩2个锁针。完成后5个锁针，左侧5针上钩一个长针5针并一针，3个锁针，中间洞眼同时钩1个长针3个锁针和1个长针，
再钩3个锁针，左侧5针上，再钩一个长针5针并1针。接下来从这5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。结尾钩完这个并针后，3个锁针，动眼钩一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然后引拔连接，第8圈就讲完了。接下来这样的拐角都是每3圈一个循环，第9到13圈，中间都是钩织、长针和锁针，针法指向锁针的，表示在锁针洞中钩织，其余都是在对应的针目钩织。可以发现每条边的首尾针法都是对称的，这里都是5个锁针，然后是7个长针，中间钩织对应的针法，每条边针法都相同。大家对照图纸一直钩完第13圈。前13圈钩好后，我继续讲解第14圈。先正常钩完前面这一段，也就是钩完这样的3个长针，完成后钩4个锁针，左侧动眼钩一个短针，中间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然后与前面对称钩织。接下来每条边都是这样的针法，拐角继续顺沿下方进行钩织，将这一圈钩完，这样第14圈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拐角继续顺沿下方的针法循环钩织，另外每条边的首尾继续是对称的。这里是5个锁针，紧接着是7个长针，然后是3个洞，这些针法始终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中间针法在变化。大家对照图纸钩完前27圈，并钩完第28圈的前5条边。第6条边需要边钩边连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28圈第6条边。注意，小样省略了前面的圈数，并且每条边的针数也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我们钩完第5条边后，继续钩完这个拐角以及这样的5个锁针。钩完后，
将第5条边像这样对折，这一面是正面，也就是正面在外。这条边就是第4条边。接下来第6条边要与第4条边边钩边连，第5条边就作为袖口。这里第1个长针上有绿框，表示这一针需要连接。先将线圈拉大，将线圈从对面这里的边缘一个长针针目中勾出，然后钩织这里的第1针，这样就连了1个点。接着正常钩4针，完成后，下一针继续连接，方法与前面相同。找到对应的一个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再钩完这一针。第2个点就连好了，继续正常钩1针，继续对照图纸，正常钩织到下一个框的前1针，也就是钩完这个锁针的前1针。完成后，接下来的锁针需要与对面的洞眼连一下，也就是第2个洞眼，将这个线圈从对应的洞眼勾出，然后钩这个锁针，再钩一个锁针。接下来大家结合图纸，按照刚刚演示的连接方法，继续将这条边连完，并钩完最后几针。完成后，正常断线，线头顺着织物的纹理，在反面藏好。
接下来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片，并连好最后一条边。这样第一部分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将其中一片作为右片，这里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需要先在右片的肩部钩织补角，然后依次钩织第二部分，前后方补角，以及第三部分。钩完后，将另一片作为左片，左片的这几个部分也钩完，并与右片连接。最后进行袖口钩边和整体钩边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找到右片肩部凹陷处，这里是袖口，第一行在反面钩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因此先将反面对着自己，在凹陷处右侧动眼接线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凹陷的拼接处钩一个长长针，也就是绕线2圈进行钩织。一个锁针，左侧动眼引拔，第一行就钩好了。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左侧针目引拔，一个锁针，下方跳过一个针目，在这2个针目上分别引拔，这里钩锁针和引拔针，就是将线过渡一下。接下来的第2行在正面钩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再钩2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下方这个动眼钩2个长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左侧动眼，再钩2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，这里第4个针目上引拔，第2行就钩好了。继续钩第3行，首先同样是钩锁针和引拔针，将线过渡一下，最后一个引拔针钩在这里第2针上。完成后钩2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
下方这个洞眼钩2个长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中间洞眼钩3个长长针，一个锁针，这个洞眼再钩2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，这里第2个针目上引拔，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先钩锁针和引拔针，将线大致过渡到这个大洞中间，完成后2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对照图纸钩长长针和锁针，完成后在这个大洞引拔，不断线，这样肩部补角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用肩部补角这里的线继续钩第2部分，第2部分是沿着这个边缘钩3圈，每一圈都是在正面钩织，先钩第1圈，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这里第1个针目上引拔，也就是将线过渡到这个针目位置，接着立3个锁针，左侧针目钩1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长针和锁针，中间针法与第1部分第21圈中间相同，只是针数比前面多了，拐角顺沿下方的针法循环。剩下的2条边与这条边都相同，大家一直钩完肩部补角前面的位置。小样这里的针数较少，钩完最后这个长针后，钩1个锁针，肩部补角位置继续对照图纸钩长长针和锁针。最后一个锁针钩完后，在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这样第1圈就讲完了。接下来第2圈和第3圈，每条边中间针法分别与第1部分第22圈和第23圈相同，拐角同样顺沿下方针法钩织，肩部补角位置钩织长针和锁针，大家将这2圈钩完，钩完后引拔断线即可。第2部分就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在釉片的下方
将前后方的补角钩完。下面我分别简单演示一下。我首先演示右片前方补角，无论哪种补角，第一行都是在反面钩织的。这里是袖口，这里是肩部补角位置，这里是门襟一侧。找到下方的拐角，在这个大洞接线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下方这里第一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长针，第一行完成，继续钩第二行，立4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在这个锁针洞钩一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这里第4个针目上引拔，第二行完成，继续钩锁针和引拔针，将线过渡到这里第2个针目位置，然后钩第3行，钩2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下方洞眼钩2个长长针，一个锁针，起立针上钩一个长长针，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立4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这个洞眼钩2个长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左侧这个洞眼钩2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，这个大洞引拔，正常断线，右片前方补角就钩好了。下面演示右片后方补角。反面对着自己，右侧这里是底边，在这个长针上接线，直接钩5个锁针，左侧大洞引拔，第一行完成，继续钩锁针和引拔针，过渡到这里第4个针目，
钩2个锁针，翻面，下方动眼钩1个长长针，起立针上再钩1个长长针。如果找不准，可以直接在动眼钩织。第2行完成，继续钩第3行，开头直接钩5个锁针，翻面，下方动眼钩2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，这里第2个针目引拔，将线过渡到这个动眼大致中间位置，开始钩第4行，钩2个锁针，翻面，下方动眼2个长长针，1个锁针，左侧动眼2个长长针，起立针上再钩1个长长针，正常断线，这个补角就钩好了。接下来大家将2片的前后方补角都钩完，钩织时注意方向，不要弄错了。接下来钩右片第3部分，先钩第1行，在正面钩织，找到肩部补角这一段，在这一段对应的上方中间这个长针针目上接线，立2个锁针，左侧动眼钩2个长针，1个锁针，左侧动眼2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中间针法与第1部分第24圈相同，结尾在后方补角这里钩织长长针和锁针，将这一行钩完。现在小样就钩好了第1行，继续钩第2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这个动眼钩2个长针，1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中间针法与第1部分第25圈相同。注意，从一行的反面看时，
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到了这一行的结尾位置，钩一个长针与长长针并针，也就是在这个洞眼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边缘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，这个并针就钩好了，第二行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大家继续对照图纸钩织剩余4行，钩完后正常断线即可。这样右片第3部分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大家参考右片的讲解，将左片肩部补角第2部分以及前后方补角都钩完。我这里小样已经钩好了，注意右片的前方补角与左片的后方补角相同，右片的后方补角与左片的前方补角相同。钩完后，我用小样简单演示一下左片第3部分，先钩第1行，同样在正面钩织，这里是肩部补角，这里是后方补角，在后方补角这里的起立针顶端接线，开头直接钩5个锁针，左侧洞眼同时钩3个长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中间针法与右片第1行相同，结尾在这个洞眼以及这3针的中间1针上钩一个长针减针，也就是分别在这2个位置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，长针减针完成，第1行就钩好了。左片接下来第2至5行中间针法也都与右片对应相同，首尾对照图纸钩织。第6行需要在框出来的针法位置与右片对应位置进行连接，连接方法与袖子上方连接相同。这里我简单演示一下第6行连接。首先钩2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
将右片同样翻到反面，这里是后领一侧。第3个锁针需要与这个长针连一下，完成后再钩3个锁针，这个洞眼钩一个长针，接下来的锁针需要与这里的洞眼连一下，再钩2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，边钩边连。现在小样就连好了，这样第3部分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在袖口钩织补角，注意第1行在反面钩织。袖口补角与肩部补角相同，大家参考前面的肩部补角演示，将袖口补角钩完。钩完后不断线，继续进行袖口钩边。先钩第1圈，第1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大洞钩一个短针，剩下的部分对照图纸，大致均匀的钩短针。钩完后引拔连接，第2圈就是对应钩长针，大家钩完即可。这样袖口补角和袖口钩边也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沿着领口、门襟和底边进行整体钩边。整体钩边就是钩3圈短针，大家可以按照图纸将起始位置放在后领附近。第1圈钩短针时，可以参考图纸进行钩织。这些省略的地方，就按照这里相同的规律进行钩织。也可以根据情况调整，拐角可以适当多钩，确保边缘平整即可。第2圈和第3圈中间部分针法都省略了，实际大家一一对应钩织。每次拐角这里适当加针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